小妹妹，你别难过，你若是找不到家人，姐姐会收养你的。我就是姐姐收养的，姐姐每天都会给我做好吃的，还给我买了小鸭子宠物，给我做新的帽子。看到那个威风凛凛的大狗没？那也是我家的。若是你能留下，以后咱们就可以一起玩了。我咋觉得波波比我还像人贩子呢？啊，真的吗？有点心动了。怎么办？他也好喜欢这个漂亮的姐姐和有趣的小哥哥，可是想到娘亲看不见他，一定会伤心。小家伙的小嘴又扁了起来，眼看着又要哭了。花锦月赶紧变戏法一样从兜里掏出一个棒棒糖递给他。尝尝这个，姐姐做的，超级甜哦。谢谢姐姐。乖，你就在这儿坐着，哪也别去啊，姐姐这就去帮你找你的家人。小白忽然直勾勾地向一辆马车跑去，嗷的一声吼，马儿瞬间吓得腿软，惊恐地扬起前蹄，车突然颠簸了起来，车内的传出一声惊呼。眼看马车即将失控，情急之下，花锦月忽然嗖地翻身上马，死死地控制住缰绳，安抚地拍着马儿的头，仿佛跟马儿说了什么。马儿终于安静了下来。抱歉啊，是我的狗吓到马儿了。你站住，别过来！夫人别怕，我这狗不咬人。你这姑娘到底想干什么？怎么冒冒失失的？夫人，您是不是有个女儿叫绵绵？你怎么知道？是这样的，我是在这街尾卖包子的，刚才一个小女孩与家人走散了，来到我摊位前，我是来帮她寻找家人的。您看看是不是您家孩子的簪子？是绵绵的，是我女儿的。我的女儿在哪里？她在哪里？夫人一听自己女儿走丢了，激动的白眼一翻，晕过去了。夫人！不知道是先拉夫人去看病，还是先去找小姐。他家夫人有病，受不了刺激。上次若不是大夫救治及时，恐怕命都没了。这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你干什么？别急，我就是给他喂点水，他很快就会醒来的。你瞎喂什么呀？若是因为你……绵绵，绵绵，快带我去找绵绵。夫人，你醒了？真是吓死奴婢了。姑娘，求你带我去找我的女儿。好，你别急啊，我的摊子离这儿不远，1刻钟就能到。对不起啊，小姐，刚才是我误会你了。没事儿。终于到了摊位。绵绵，娘亲，谢谢姑娘大恩。夫人，快请起啊！哎呀，举手之劳罢了。不，你就是我的大恩人。小环，将银子都拿出来。小姐，这是我家夫人的一点心意，请笑纳。夫人的美意我先领了，不过这个钱我不能收。绵绵很可爱，谁看了都不会置之不理的。绵绵，你跟谁出来的？他女儿今天不是跟他爹去了国子监吗？怎么会出现在大街上？爹爹今天很忙，他让小桃姐姐带我出去玩。小桃姐姐说带我出去买糖葫芦，让我在路边等她一会儿。哼，结果绵绵等了她半天都没等到。好你个南宫寻，今日不是休息吗？就让他带一天孩子，就差点带丢了。国子监国子监的，一天天的，他心里就只有国子监。再这么下去，让他跟国子监过去吧，我要和离。娘亲，姐姐家的包子好香啊！我刚才吃了樱桃小丸子，一个小猪佩奇，真的好好吃。
娘要不要尝尝？姑娘，你这包子我全要了。我这可是2大锅呢。夫人若是为了刚才的事情感谢我，那就不必了，吃不了还浪费。不，是我看你包子讨人喜欢，我家人多，想带回去给家人尝尝。姑娘不会不卖给我吧？娘亲，要不要先尝尝？姑娘真是好手艺。那是，我姐姐的包子天下无敌。漂亮的夫人，你吃了我姐姐的包子，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好漂亮的小和尚，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？有点像般若小师傅。我去白莲寺听般若小师傅讲佛经，声音奶奶的，听起来跟这个小孩子真的好像。他不会是……不会吧？这位是你弟弟？那小哥哥送了一顶小帽子给我哟。小哥哥说，月儿姐姐给他买了好几只小鸭子，要邀请我去他家玩鸭子呢。我们刚才还一起给大狗喂肉肉。小哥哥还说，姐姐每晚都会给他讲很多有趣的故事，我也想听。娘亲，我可不可以去月儿姐姐家跟小哥哥玩会儿啊？今天不行，改日吧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可是我还没玩够呢。听话。小桃失踪了，他还要查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若是小桃故意弄丢绵绵，这问题就大了。下次再来玩。那这个你带回去，不过记得一天只能吃1个啊，太甜了，吃多了会牙齿痛。谢谢姐姐。娘，我可以要吗？当然可以，不过姐姐送你礼物，你下次来也要给姐姐带礼物哦。娘亲，我知道，我下次来一定给姐姐带礼物。姐姐，我下次来你会给绵绵讲故事吧？会的。姐姐再见，小哥哥再见。绵绵回家要乖乖的，以后再也不要乱跑了，漂亮夫人会伤心的。小伙伴走了，般若也有些舍不得。他以前就见过南宫绵绵，那时就好想跟他一起玩。可是他是白莲寺的小和尚，负责给来寺里的施主们赐福，必须装作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，都没有机会跟可爱的小妹妹一起玩呢。果然出了白莲寺，外面的空气都是新鲜的。说到白莲寺，般若忽然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。往日自己偷偷出去玩，当天就被师傅给抓回去了，怎么这次师傅还没来抓他？难道是到现在还没发现他金蝉脱壳了？难道是这次的小沙弥特别擅长打掩护？总之不会是他师傅不要他了吧？姐姐，我的小帽子送人了，你能再给我做一个吗？这个就那一个了，姐姐没有了。完了，天塌了！姐姐只有一个吗？别哭啊！哎呀，你别哭呀！姐姐，那我可以跟妹妹把死要回来吗？我再也没有帽子了，好难过。不可以哦，男子汉大丈夫要说话算话，不能出尔反尔。哎呀，好了，姐姐想办法给你做个别的帽子。孟子嫣回到家，叫老爷回来，说我有事要找他。可是老爷现在国子监正在忙，夫人你知道的，老爷最讨厌别人打扰他。叫南宫寻回来，否则我就跟他和离。是，
老奴这就去。娘亲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。走，娘亲带你去吃包子去。夫人。绵绵。弟弟！夫人，你叫为夫回来何事啊？没看见，请你吃包子呀。这些你都吃了。啥？这么多都吃了？这是什么新的惩罚？夫人是想撑死我吗？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？那个夫人啊，这有点多，为夫吃不完，要不然咱们全家一起吃。这些包子救了绵绵的命。今天我们女儿走丢了，你知道吗？若不是一个卖包子的小姑娘收留了绵绵，我都不知道绵绵会发生什么事。你说什么？绵绵。爹，月儿姐姐给我好多棒棒糖呢。那爹给，可甜了。除了爹爹和娘亲，我谁都舍不得给，吃盐舅舅我都不给。绵绵是跟你去的国子监，你却只顾教你的学生，将她交给小桃。小桃将她带到大街上，将我们的女儿弄丢后，她到现在都没有回来。南宫寻，我女儿今日若是因为你有个，我跟你没完。夫人，夫人，都是为夫的错。小桃呢？是，老奴这就派人去找。孟子嫣冷哼一声，他已经派人找了一下午，那丫头跟人间蒸发了一样，一看就是有预谋的。南宫寻将绵绵交给小环，示意他先带孩子出去。夫人啊，为夫错了，你想怎么罚为夫都行。吃吧，吃不完就和离。你这辈子都别想上本夫人的床。我吃。今天花锦月收摊早。哥哥啊，你不是说今日是会考发榜的日子吗？哥哥考得怎么样？你猜？我猜我哥哥一定能进前10名。我猜星辰哥哥能考前3名。猜错了。哥哥你别难过啊，毕竟你已经半年没上学了，考得不好也没关系的，再接再厉。怎么对哥哥这么没信心？不是的，哥哥在我心目中是最厉害的。放心，哥哥不会让月儿失望。哥哥这次考了第1名。我哥哥好厉害！哥哥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！哥哥，你将来一定能够中状元。青松书院只不过是个最普通的学院，比不上国子监。我这成绩在大书院就不够看了，不过我会努力的。那哥哥想不想上国子监？我的傻妹妹，国子监可不是谁想上就能上的。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，花锦月就去了国师府，终于看到希望了。估计今天所有的连珠弩就能全部做完，以后他就不用天天来这老狐狸的地盘了。这是急于要摆脱我吗？做什么美梦？上船容易，下船难。大功告成！哎呀，辛苦了。既然都做好了，那我……别急着走，你还没说这东西要怎么用呢。哎呀，这个很简单的嘛。你看啊，打开这里是，然后上袖剑，然后关上它们，端起袖弩，对准目标，咻！哎，不对不对，哎呀，你往前挪一挪，这回对了，扣这儿。那对准那个灯笼，这个东西吧得练，别急，没事多玩几次就可以了。花锦月愣了下，这一刻他竟然觉得他有那么一点点乖。老天爷，他是疯了吧？
这可怎么办？沈余年没来由的烦躁。花锦月见他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的手，这回连掩饰都不掩饰，将手落在了桌面上，指尖对着他的手轻微触碰。喜欢呀？想摸不？100两，半个时辰。你疯了吧？白甲震惊地看向花锦月，他不明白这丫头是怎么看出来的，明明主子已经很克制了。你就说摸不摸得了？100两，半个时辰，这女人怎么不去抢啊？能商量下便宜点行吗？主子好像实在是有点太喜欢了，讲价也不是不行。不摸就算了。好，100两，但是我要1个时辰。好，成交。1个时辰而已，沈余年能对我的手做什么？哎呀，我这手从今以后就是金手了。哎呀，这也太值钱了吧！好，那以后这1个时辰，你的手归我。成。什么都不干就被摸了一下小手手，一次100两，沈余年还真的是人傻钱多。花锦月就没赚过这么容易的钱，这可比卖包子强多了。就是不知道这沈余年多久犯一次病，若是一天犯病好几次，他岂不是马上就能成为京都首富了？白甲，打一盆水。啊？打水做什么？洗洗。脏。嫌脏？那您老人家别摸呀。沈余年抓着花锦月的手，按在水盆里反复的揉搓，又不敢用太大的力气。计时。感情之前都不算啊？呵，这老狐狸真是会算计。沈余年拉过花锦月的手，放在白色的锦缎上，粉嫩的小手在白锦的映衬下，看来像是上等玉器，精致又好看。直勾勾地盯着他的手，冰冷的指腹一寸一寸地摩挲着他的指尖、骨节、手背、掌心。花锦月从那双向来云淡风轻的凤眸中，仿佛看到晦暗的万丈深渊。他忽然有种被毒蛇盯上的感觉，唰地将手抽了回来。你做什么啊？想反悔？100两不想要了？没。估计是刚才看错了，悄悄地将自己见不得人的小心思藏匿了起来。徐徐图之，慢慢来，不急，不能吓跑猎物。花锦月无聊地看着沈余年认真地盯着自己手，摸了又摸，也不知有什么好摸的。时间到了。小气鬼，给多摸一下会死啊！时间到了吗？那个还差……别想撒谎，我这玩意儿可比你们那个日滚好用多了。你那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叫做怀表，这个呢是计算时间的。你看到这12个小点了吗？它代表的是12个时辰，最上面的呢是12点，旁边的是1点，以此类推，2点、3点、4点，半夜1点到3点是丑时，以此类推，分针走了一圈是1个时辰，走3格是1刻钟。这个也是妖法变出来的吗？是啊，我就是妖怪，信不信我吃了你啊！该死，这狗男人一笑间，仿佛日月山河都尽失颜色，迷人的不要不要的啊！我果然对美男没有丝毫抵抗力呀！你笑什么笑啊你？你真的是花锦月吗？你这问的不是废话吗？我还问你是不是沈余年呢。
花锦月本以为沈余年一定会对自己的怀表感兴趣呢，那他就能又卖个好价钱了。可是这老东西怎么还不开口要买呢？这个不想要吗？本座怕买不起。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？你不是人傻钱多吗？不是财大气粗吗？摸一次手收都舍得100两的人，这又省不得钱了？也不太贵。这玩意是梨枝做的，1对儿，他要2个也没用，不如卖给冤大头1个，不买哪行呢？本来想卖1000两的花锦月，想了想，我这个可是夜明的，给你算便宜点，500两，咋样？成交。啊，怎么答应的这么干脆？不犹豫一下？完了，被狗男人忽悠了，卖贱了。老东西故意装作对我的东西不感兴趣的样子，然后诱导我急于出手。后悔了，卖贱了。花锦月走后，沈余年赶紧从怀中掏出了怀表，看了又看，生怕花锦月是忽悠他的，特意找来了沙漏对比了一个时辰，竟然丝毫不差。沈余年眼睛都亮了，本以为这丫头会狮子大开口，没想才500两。听说是夜明的，不知真假，等晚上的时候再看看。主上，晋王的武器库一夜之间仿若人间蒸发了，晋王知道后气得吐血了，命人四处寻找，全无结果，最近都快要找疯了。属下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将矛头指向了太子，晋王党现在已经盯上太子了。哦，那太子岂不是很无辜？看来京都要乱了，不过越乱越好。夫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又咳嗽成这样？你起开，你包子没吃进去，我要跟你和离。夫人，你别生气，别气坏了身子。为夫一会儿就回去接着吃，还不去请太医？去请那些废物做什么？我吃了他们开的药，一点效果都没有。怎么就没效果？明明这几天你都好多了。经南宫寻这么一说，孟子嫣才反应过来，他这几天确实好了很多。尤其是那天将绵绵找回来后，他一整晚都没有咳嗽。太医并没有换过药方，我的病这几日减缓，不是太医的问题。华儿说，那日那姑娘给我喝了一个什么水，不会是那水起了效果？3天后，花锦月的包子铺终于开业了。你说白甲买了很多卤味儿，糟了，不会是买给沈余年的吧？啊，天哪，闯祸了！花锦月骑着马一路飞驰来到国师府。花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从你店里回来，还买了。沈余年在哪儿？鼠子，他在。沈余年！花锦月唰地推开了门，屋内水汽蒸腾，沈余年双臂张开，慵懒地靠在水池中。我走，我有看到。滚出去！是。白甲大哥，你这就过分了啊！怎么都不提醒我？花小姐也得给在下提醒的机会啊。那个，我店里的素菜是肉汤煮的，不适合国师大人吃，你可千万别给他啊！他若是想吃，哪天我再单独给他做一锅。花锦月刚要溜走，门短暂的打开，又砰的关上，然后屋内传来女人的惊呼声。白甲向前迈去的脚又默默地收了回去，缓缓转过身，看了看天，又看了看地，也不知刚才花小姐看到了什么。那个，我若是说我刚才不是故意的，你能信吗？你猜呢？
这女人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就那么缠我的身子，从未见过这么……国师大人，我这次真的是冤枉啊！花锦月，收起你的小心思，本座与你断无可能。什么情节，只要我不动心，什么东西都奈何不了我。我冤枉啊！我不敢肖想国师大人的。国师大人，我跟你说，这次真不怪我，都怪白甲。不是，跟我有啥关系啊？不带这么污蔑人的。接着编。是这样的，你可以问白甲，他刚才在我家里买了素菜，我怕他是给你买的，就赶紧跑过来想告诉你一声。我那素菜啊是卤肉汤煮的，你吃不了。我家有个小家伙，他吃肉就呕吐，我是害怕你们这种不能吃肉的再吃出点问题，所以我才好心过来提醒。所以他是真的怕我吃了不舒服，特意过来的。这么关心我，还说对我没有意思。那个，这只手借你1个时辰，这次免费。这可是你说的。花锦月看着他忽然变得幽深晦暗的眸子，莫名的有些后悔呢。好在沈余年也没做什么，就是迫不及待地捏着他手玩，手攥在自己的掌心中。沈余年这一刻终于觉得身心都愉悦了很多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一个手而已啊，有什么好玩的？摸了又摸，看了又看，捏了又捏，有病吧？花锦月看着看着头一歪，枕着在沈余年的腿上睡着了。那股淡淡的薄荷香浅浅地入了他的鼻息，好闻到他身体的每个毛孔都跟着愉悦了起来。这一刻，他知道花锦月的手是特别的，不同于他雕刻的任何一个死物，它鲜活灵动，让他舍不得砍，却又实在想要拥有。怎么办？有点迷恋。花锦月迷迷糊糊地觉得指尖痒痒的，豁然睁开了眼睛，正好对上。这男人真他妈的欲啊！我操！我的手！救命啊！变态在啃我的手指！你作甚？你变态啊！你刚才在干什么呢？老东西，你玩的有点羞耻了，让你摸没让你啃啊！你以为我花100两就只是摸摸而已？这1个时辰，你的手是我的，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钱那么好赚，你也不长长脑子。哼，现在后悔晚了。哎呀，你好霸道啊！手是我的，凭什么你说了算？你若是不想履行承诺，那这双手我会砍了，留下。这狗男人干什么去了？又去杀人了？他杀了谁啊？是，这1个时辰，手中都是您老人家的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左右一双手而已，左右1个时辰而已，他还能玩出花来不成？这可是你说的，别后悔。花锦月万万没想到，沈余年这个变态是真变态呀！一开始他就是揉、捏、摸，再然后他便是亲、吻、舔、咬，这他也忍了。谁知道他后来竟然让他的手踏，简直过分！哎呀，这也太羞耻了吧！怎么能够亲我的小手手呢？这到底是谁占谁的便宜啊？这难道不是我的福利？帅哥吻我的手了，能不能换个地方吻啊？
禁欲的国师大人，亲个嘴儿啊！可惜了，国师大人只对他的手感兴趣，压根看都不看他一眼。白甲进门后，见他对着自己的手发呆，没敢吭声。东西处理了。是。同一时间，华蕊进去了。回太子殿下，老奴亲眼看到华蕊公主爬进了国师的轿子，轿子一路抬进国师府。什么风光霁月，什么禁欲佛子，是个男人就过不了狱这一关，他沈余年凭什么例外？不得不说，这沈余年在他父皇那里还是分量很重的。若是能收归己用，自然是好的；若是不能，也不能任由他与他人走得太近了。外面吵什么？不好了，太子殿下，华蕊公主她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沈余年好大的胆子，他怎么敢？殿下，尸体被扔在了东宫内院的门口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扔我门口了？他什么意思？挑衅、炫耀、恐吓？殿下，你要不要去看看华蕊公主？华蕊公主死得有点惨，殿下，您要有些心理准备。玉修业不悦，他又不是没见过死人，这老东西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他堂堂太子还能被吓到不成？玉修业还不等走到尸体的面前，便脸色煞白，骤然转身。快赶紧抬走，快点！那哪里是尸体，不如说是一堆碎肉更贴切。姑就知道，什么风光霁月，悲悯众生，普度人心，什么活菩萨，统统都是骗人的。华蕊纵然有错，那也是我的人，我的妹妹。他沈余年怎么敢？他疯了不成？快去请空明先生。主人，人已经派人扔在了太子殿下的寝宫门口，太子看了好像受了点刺激，干我不是。空明呢？空明先生进了太子府，此刻还未走出来。这次他就是故意要给玉修业一个教训，狗急了还会跳墙呢。但愿他能不让他失望。晋王急了，太子也急了，真是太好了，他就喜欢群狗乱吠。这苍京是越乱越好。花锦月的生意每日热热闹闹的，彻底走上正轨。姐姐，是绵绵来啦！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姐！哎呦喂，我的小可爱，几天不见，你好像又变漂亮啦！姐姐，我好想你呀！我也想你。哎，你们瞧瞧啊，姐姐的力气大不大？能够同时抱起你们两个呢！嘿，这姑娘长得甜美乖巧，真没看出来，竟然有一身的好力气。夫人，您没事吧？娘亲，你别吓绵绵，是绵绵不该拉着你出来玩的。夫人，喝点蜂蜜水，润润嗓子会好受一些。姑娘，您是大夫吗？不是。孟子嫣眼底有些失望，难道是他的心理作用？可是喝了他的水，确实身子舒坦了。真的是蜂蜜水？那他回家也泡点喝。孟子嫣点了好多包子和卤菜。夫人，你这身子不好，我那卤菜大多数都是辣的，你可不能吃啊。没事，我不是来捧你场，是听说你这卤菜和包子好吃，想带回去给家人尝尝。环儿，
一会儿分3份，一份带回去给老爷，一份送到姐姐府里，再送1大份给爹爹。还说不是捧场，这点的可真的是多的有点吓人。哎呀，算了，夫人看起来挺有钱的，我也不跟她推辞了。姐姐，那个貔貅你喜欢吗？是我娘挑的呢。花锦月愣了，这貔貅是开业时一个神秘人送的，他琢磨了好几天都没猜出是谁，没想到竟是夫人。夫人，这礼物也太贵重了吧，我可别跟我说要退回来，不然我可要生气了。姐姐是不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绵绵，也谢谢夫人。花小姐，我可以经常带绵绵过来玩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夫人，你刚才喝了我的蜂蜜水，感觉如何呢？好像喝了之后心情舒畅了很多。花小姐真是心灵手巧，连泡个蜂蜜水都这么与众不同。夫人别跟我这么客气，叫我月儿就好了。那你也别跟我客气，叫我燕姐姐。燕姐姐，燕姐姐，我这蜂蜜水添加了祖传的养生秘方，你若是喝着身子舒服啊，那就从明日起你派人每天过来取1瓶，反正就是蜂蜜，喝不好也喝不坏。会不会太麻烦了？嗨，姐姐跟我客气什么呀，我每天也要喝的，举手之劳而已。那好，多谢月儿，我就厚着脸皮收了。姐姐最近给我做了甜甜的软糖，可好吃了，你尝尝。哇，好好吃啊！小哥哥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。看到没？姐姐又给我做了一个小兔子的帽子，是不是比那个大黄鸭还好看？哇，这个小耳朵好软啊！呀，后面还有兔子尾巴，太可爱了。他也想要个同款的小兔记帽子。绵绵爱不释手地摸着雪白的小兔子，喜欢极了。他抬眸弱弱地看向般若，他想要。般若看着他漂亮的杏眸，就莫名的心软，想给他，但是想到自己那永远失去的小鸭子帽子，瞬间回神。不能给，不能给，都给他了，他戴什么呀？不是不想给你，只是我就只有这1顶帽子了。那我拿小鸭子帽子跟你换行吗？那好吧，我跟你换，谁叫我是哥哥呢？小哥哥你真好。哥哥，你这包包真漂亮。这个眼神他太熟悉了，他有种想跑的冲动。再玩下去，他要被这小姑娘给骗光光了。孟子嫣正在跟花锦月讲绵绵小时候的趣事。娘亲，娘亲，你看哥哥送我好多东西呢。你怎么拿了人家这么多东西啊？娘亲，我是不是不应该拿？那他要还回去吗？可是这些他都好喜欢，舍不得还回去的。没关系啊，都不是值钱的玩意儿，孩子喜欢就拿着呗，这也是波波作为哥哥的一点小心意。没说不让拿，但是你得谢谢人家。好了，时辰不早了，该跟月儿姐姐和小哥哥说告别了。月儿姐姐，我改日再来玩。好啊。那绵绵改天再来。趁着花锦月不注意，绵绵将一块玉佩塞到花锦月怀中，看着花锦月那张灿若繁星的脸，满眼都是羡慕与遗憾。他说等他身体好了，要和他一起去山上野餐，还要一起逛百花园。可是就他这破身子，哪里有机会呀？你怎么来了？给你送点好吃的。这么惦记我？那是。
见过姨母。我们之言越长越俊了。姨母说笑了，我瞧着你今日气色挺好。你别说，还真是。哎，你吃了什么灵丹妙药？瞧着精神多了。往日见面，可是说不上3句就喘2下，咳嗽一声的，听得他这个揪心。今日倒是精神了，还能跟之言开玩笑了。之言哥哥，爸爸。好，抱抱。表哥，我给你找了个媳妇儿。这小东西在胡说什么呀？哎呦喂，我们绵绵能耐了，还能给你哥哥找媳妇儿呢。姨母，仙女姐姐好漂亮啊！仙女姐姐的包子好好吃啊！表哥一定会喜欢仙女姐姐的。别胡说。还真别说，我也觉得那姑娘跟我们之言有些般配。姨母，你怎么也拿之言开玩笑啊？那姑娘真的长得像花一样美，而且人美心善。上次绵绵走丢了，就是她给我找回来的。还真是个好姑娘。不过之言这孩子心里就只有那镇北王府的小姐，已经挑选了黄道吉日要去下聘了。哦，不知之言心悦的是哪家姑娘？回姨母，是镇北王府的嫡女陆宁瑶。真是可惜了，看来我认识的那个小姑娘跟咱们之言是有缘无分了。那姑娘做了一手的好包子，我带过来些给你们尝尝。玉之言一眼就看到里面花花绿绿的包子，心里莫名的一颤，是花锦月的包子。所以姨母说的那个姑娘是花锦月。这一刻他的心说不上来的怪异。所以说救了他小表妹的人也是花锦月。表哥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在想你的小媳妇儿吗？姨母，你不管管这孩子呀？管不了了，我这身子骨不好。大外甥，以后绵绵归你管吧。你们快尝尝这麻辣鸭货。还别说，真的味道很不错。没想到花锦月在做卤味方面也这么厉害。老爷，夫人今夜住在郡王府，不回来了。老爷，夫人命奴婢送来些吃食，说老爷一定会喜欢。要命了，怎么又是包子？他恨不得1蹦3丈高。他这辈子都不想再吃包子了。花锦月最近是托关系找门路，想将哥哥塞到国子监去。果然，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，想上个好学校都这么难。沈余年捏着他的手玩了半天，抬眸看了他一眼。花锦月最近的小动作自然瞒不过他，他就等着他过来跟自己开口。我倒是要看看他能硬气到什么时候。只要他一开口，我便有理由将他收归己用。我倒是很乐意帮他这个小忙。可是哥哥若是通过沈余年进了国子监，会不会将来被划分为国师一档？要知道这个妖僧可是图谋不轨，将来没准是要造反的。不行，哪怕是上不了国子监，我都不能让我哥哥跟这个阴险狡诈的人攀上关系。果然沈余年的100两不是那么好赚的。花锦月看着认真在他手上作画的沈余年，觉得这货果然还是不说话的时候像个人。唇角勾起一抹满意的弧度，俯身亲了亲。好吧，如今已经免疫了，这货只喜欢我的手，对我的人是一点想法都没有。我这双手都快要被他给玩爆浆了。一开始亲手我还有点不好意思，如今当被狗啃了算了。今天时长加倍，他有点困了。沈余年下意识抬手，柔软的身子落入怀中的那一刻，
勾得他小腹灼热，全身的血液都开始隐隐躁动，脑子里有个狂妄的声音在蛊惑，受不住就别忍着，要他，要他，要了他。沈玉年，你在做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他唰地将花锦月推开。谁啊？哪个王八羔子推你奶奶？我睡着了。对，睡得像死猪一样，窗外打雷你都听不见。是谁说的我嘴毒的？那不得要分跟谁比？就沈玉年这段尾，自己舔自己一口痛被毒死的，我可自愧不若。时间到了，你走吧。还有1刻钟呢，这狗东西每天都找借口拖延时间，怎么今天这么干脆啊？夫人，为夫瞧着你这今天气色比昨天更好了，你是不是背着为夫找了什么神医？还真遇见了个神医，我最近身子好多了。哎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可悠着点儿。看不起谁呢？信不信我这就出去跑一圈给你看看？哎呦，信，到底是哪位神医治好了你的病？你快告诉为夫，为夫去给他磕头。你还真应该给人家磕头的。能将你治好，为夫当然要感谢他。你有空将神医请到家中，咱们当面感谢。我一会儿让管家去库里挑几样最贵的礼物，你给人家送去，表表谢意。花锦月早早就守在国子监门口。那就是我们祭酒大人，你自求多福吧。不是所有人都能入得了我们祭酒的眼的，我们祭酒可是很挑剔了，而且特别固守成规。这已经过了开学季，你想塞个插班生，怕是不太可能。不是说你们祭酒爱财如命吗？我哥哥的文章很棒的，只要祭酒大人看了，一定会破先例。南宫寻刚一下马车，祭酒大人，我哥哥文采斐然，我听说祭酒大人最是惜才，我这儿有哥哥的一篇文章，请祭酒大人过目。南宫寻本来今天挺高兴的，结果刚一出门就遇见一个庸才，非要说自己是不世之才，请他过目文章。结果他一看狗屁不通，气得他都想回家洗洗眼睛再来了。这1个月这样的戏码接连不断，真是扰得他烦不胜烦。一开始他还怕错过真正有才华的人，耐心的看了又看，结果是失望又失望。让开！大人，哎呀，大人，我哥哥真的很有才华，你就看一眼吧。你有完没完了？一个藏头露尾的鼠辈，自己都不敢来，还派一个丫头来，可见不堪大用。这样人的文章，本官就不必看了。祭酒大人，你误会了，我哥哥不是不来，我是觉得我哥哥十分有才华，所以我偷偷来的，就想给哥哥谋一个机会。小姑娘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也不是你哥哥该妄想的地方。我劝你还是回去告诉你哥哥，做人要脚踏实地，别再班门弄斧了。祭酒大人，你不能这么武断，我哥哥才华过人，人品一流，他每日挑灯夜读，勤奋好学，在没有看到他文章的时候，你为人师表，怎么能够污蔑他呢？你哥哥叫什么名字？他是哪个书院的？我哥哥叫花星辰，是花星辰，又是他。好呀，你收买我的人，如今又来捣乱，老夫最痛恨你们这样心术不正的人。赶紧走，再让我看到你出现在老夫的门口，看我不叫顺天府抓你。话落，抢过花锦月的手中的文章，咔嚓咔嚓撕碎了，扔在了地上。这老东西是怎么呀？怎么又突然发火？我是招他惹他了吗？祭酒大人！之前就有人秘密来报，说有个人到处找门路，想要买通他的人将家人塞到国子监。南宫寻本就对这种事儿深恶痛绝，有一天请他喝酒，说自己遇见了一个旷世奇才，
让他看看这人的文章。他本来挺高兴去的，但是一听花星辰，顿时怒了。这不是最近到处花钱削尖了脑袋想进国子监的那个学子吗？他看都没看，将自己好友给骂了一顿。哎，你说你个老顽固啊，怎么能这样？过分！大胆！你骂老夫什么？我以为这老顽固走远了呢，听不见了呢，谁知道他还是个顺风耳，这下坏了，背后骂人被听见了。本来就艰难的求学路，如今又雪上加霜了，这不废了吗？你想，就想打死这两个嘴巴，死嘴，你咋不忍忍呢？让你胡说八道！花锦月垂头丧气地回到店里。月儿，燕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燕姐姐，那天你们走后，我发现我怀里多了一个玉佩，一猜就是绵绵塞给我的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，那还给你。再贵重还能有你的蜂蜜水贵重，是绵绵送给你的，你不收她会难过的。燕姐姐，你都知道啦？傻丫头，那么贵重的药水，你怎么骗姐姐是蜂蜜水呢？我跟你说，自从喝了你的药水，我每天都精神奕奕，现在身子好多了，大夫说我的病几乎痊愈了。月儿，你怎么那么厉害呀？也不是啦，我就是不确定那药对你有没有效果，怕你失望，所以就先让你喝喝看，有效果最好，万一没有效果，能强身健体也行啊。你是不知道啊，给我看病的大夫夸你是神医呢，还说想拜你为师。月儿，你这么厉害，不仅厨艺好，医术还这么高明，你好棒啊！姐姐，你快别夸了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根本就不懂医术，我就是有个祖传的药水，见你上次喝了有效果，所以才大胆的给你服用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不是拿你开练的，我知道我这药水喝不好，也是绝对喝不坏的。你这孩子，那药水一定很名贵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不贵不贵，便宜得很。你就骗我吧，这药我都厚着脸皮收了，你连个玉佩都不肯收，我会难过的。好吧，那我就收了，替我谢谢绵绵。这就对了。对了，我刚才见你进来时闷闷不乐的，是遇见什么难事了吗？燕姐姐，你认识国子监的祭酒吗？国子监祭酒？哦，我……燕姐姐，我跟你说，那老东西忒不是个人了。怎么了？他干什么坏事了？燕姐姐，不是我自夸，我哥哥才高八斗，文采斐然，在青松书院次考试都是第一名，我就想着找个门路让我哥哥进国子监，你猜怎么着？估计是在自家那个顽固的夫君那里碰壁了，所以才气成这样。他夫君那人确实迂腐极了。我跟你说，他竟然看都没看到我哥哥文章一眼，就骂我哥哥是藏头露尾的鼠辈，还说他不堪大用，还说他心术不正，班门弄斧。你说他怎么能这么过分呢？消消气，消消气。燕姐姐，快别提了，本来求学路就艰难，结果我一时情急，逼逼了句老顽固，还被那人听见了。啊！我嘴怎么这么欠啊！我后悔死了。好了，你别难过了，不就是上个国子监吗？我来给你想办法。啊？真的假的？比真金还真。小事一桩，包在姐姐身上。真行？会不会让你为难？需要银钱打通关系吗？花多少钱我都愿意。不需要银钱，放心，这事儿啊，我真能办。你等我消息。姐，你真的是我亲姐。3日后是绵绵的生辰，以往我身子骨不好，从未操办过。不过这次我想热闹下，你有空吗？若是有空，到时候我派人来接你和波波过去。绵绵要过生辰了吗？那我必须得要凑这个热闹啊。
绵绵要是知道你能来参加她的生辰宴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那天我给你引荐个人，包你哥哥入学没问题。夫人，为夫又哪里做错事了吗？你自己想去。爹爹你吃，这个是月儿姐姐做的，香香的。接连遭受排挤的南宫寻此刻感动的差点没哭，还是他女儿疼他。孟子嫣吃完了饭，见自家女儿也吃完了，撤桌。还未吃饱的南宫寻内心受到10000点打击。我怎么感觉夫人好像不爱我了？难道是嫌我老，嫌我没用了？不应该呀，我每天都要好好锻炼身体，我才35岁，看起来不老呀。要不今晚出出力气，反正我瞧着她身体也好多了，扛折腾了。我忍，老夫少妻就是这个样子，媳妇得当孩子哄。再过3天是女儿的生辰，我会给她举办个宴会，到时候多邀请些人过来。行啊，到时候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的。我那天要将我的女儿和我的救命恩人请来，倒是你别忘了，你说过要给人家磕头的。那一定，咱们得好好感谢人家。今天最重要的是绵绵的生辰。你家有后门吗？咱们走后门呗。有是有，可是您是尊贵的客人，走后门对您不尊重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我不在乎那个。嫣儿呀，姐姐不是做梦吧？你的病真的都好了？姐姐，你没做梦，我遇见贵人了，喝了一种神药，我真的全好了。姐姐，我昨晚还与夫君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还能生？真的能？哎呀，姐姐，你小点声。阿弥陀佛，佛祖保佑。夫人，花小姐到了。姐姐，你不是好奇我的恩人吗？我这就带你去看看。二人向厢房走去。快去通知小姐，说她的月儿姐姐到了。嫣姐姐，月儿，你来了。这丫头不是花家那个纠缠他儿子多年的小姑娘吗？她怎么在这儿？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月儿，就是她救了绵绵。我喝的神仙水也是月儿给的，是她治好了我的病。我怎么都没想到，平陵王妃竟然是嫣姐姐的亲姐姐，那嫣姐姐岂不是就是玉之言的小姨母啊？我之前还追过玉之言，哎呀，这也太丢脸了吧！花小姐，好久不见。见过王妃娘娘。平陵王妃打量着花锦月，见她与以前大相径庭，就连眼底对自己的那份亲热都没有了，说不上是遗憾还是什么呢，总觉得他儿子好像错过了什么。姐姐，你怎么认识月儿的？真是缘分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上次送你的包子和卤味就是月儿做的，月儿手艺可好了呢。自从喝了月儿的药，我就浑身都舒服，再也没咳嗽。月儿可是我的大恩人。嫣姐姐别这么说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姐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还有个重要的事情宣布，我要认月儿为妹妹。那之言岂不是要管花锦月叫小姨母？这不是乱套了吗？若是我跟孟子嫣拜把子了，玉之言岂不是我的好大侄啊？哎呀，这本便宜可有。别胡说，花小姐比之言年纪还小，你认什么妹妹？要认也是认干女儿。不要啊！哎呀，嫣姐姐，你快别纠结了啊！情义深不在仪式上，咱们关系天下第一好，叫什么都一样。在我心目中，我们是亲人。你说的对，咱俩天下第一好，
不在乎那个虚名。瞧着她是真的很喜欢花小姐，可是花小姐什么时候又会厨艺，又会医术呢？这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呢？说是花小姐以前也这样，没准儿子真能喜欢呢。这是什么呀？是给绵绵做的生产礼物。是给绵绵的礼物啊，我能看看吗？绵绵来了吗？啊，小哥哥，你来啦！月儿姐姐，生日快乐！快来看看你月儿姐姐给你带的礼物。啊，哈哈，天哪，她好可爱呀！这是我给你做的洋娃娃哦，她呢叫爱丽丝，是送给你的礼物。月儿姐姐，你真是对我太好了，我要将你嫁给我表哥，这样咱们就永远是一家人了。大可不必，谁要嫁给那个睁眼瞎啊？姐姐我可没看上你表哥。别胡说，这话小和尚不乐意了，那是他师娘好不好？谁都别想跟他师傅争。这事儿可不是一个小孩子说了算的。哇，好大的糕点啊！是粉色的，哇，好漂亮啊！这个呢叫做生日蛋糕，我还带来了蜡烛，一会儿点上就可以许愿啦。这个蛋糕我也有帮忙做。月儿的手艺真棒，一会儿我要让下人拿到前院去，给大家展示下，让他们以后谁家想搞生日宴会，都来找月儿。王妃娘娘，娘娘，老夫人让您过去下，说有话要跟您说。你婆母又要耍什么花招？谁知道呢？不会又是来催生的吧？那我要不要告诉她，你现在……哎，可别！她若是惦记上这事儿，还不得天天过来唠叨。以往因为我身子不好，从不去给她请安，她也不敢挑我的错处。若是知道我好了，指不定又要摆谱了。唉，这老婆子也真是，也不看看她儿子是什么样的，30好几才肯娶媳妇儿，你等于拯救了他们家。不感激就算了，我看他好像还有心思给他儿子纳妾呢。他敢？信不信我让他儿子天天跪搓衣板？姐姐，你好厉害啊！对付男人就不能心慈手软。月儿，你记住了，以后嫁人了可得狠起来。不，我不想嫁人，我想招赘婿。你这丫头真敢想。不过好主意啊，我年轻时怎么就没想到呢？你们聊，我去看看那老婆子要做什么妖。行，你快去吧。平陵王妃被老太太叫去，此刻二人正在偏厅喝茶。这么多年，我儿媳得亏王妃娘娘照顾，老身替她感谢娘娘。王妃，这位是我娘家侄女儿，虽然曾定过亲，但是还未嫁人，夫君便出了意外去了，所以这些年也是耽误了。她是个好孩子，又与寻儿青梅竹马，从小感情就很好。所以呢，这丫头命不好，克夫。平陵王妃怎么能这么恶毒？这若是给我扣上一个克夫的名号，我还怎么嫁给表哥？哎呀，你怎么笨手笨脚的？对不起，王妃，是民女太不小心了。难怪还没嫁出去呢，原来这么笨。王妃了不起，居然这么恶毒，敢诅咒我，那我偏要嫁给表哥，让你妹妹失宠。王妃息怒，素云这孩子平日里不是这样的，今日许是见了王妃，心里紧张。
起来吧，都不是外人，别动不动的就跪，又不是奴才。啊，来了来了，上次见面就旁敲侧击的想要给自己儿子纳妾，这次又要出什么不要脸的招数啊？我倒是要看看这老婆子想耍什么花招。嫣儿这孩子我是极喜欢的，就是身子骨不太好。老夫人看来也不是真喜欢我家嫣儿，她现在身子大好了，你不知道，要不然也不会有心情给绵绵举办生日宴。啊，哈哈，大夫说嫣儿生了绵绵，身子受损，恐怕很难再有孕。哎呦，真是可惜了。那也比一个孩子都没有的强。老夫人，你也是知道的，你家小儿子可是一心醉于学术，30都不肯娶妻呀。要不是我家绵绵嫣儿，你儿子怕是到现在还没媳妇儿呢。王妃，老身也不跟你绕圈子了。其实老身是想给寻儿纳个妾。你看嫣儿身子骨不好，后院总要有个主事的人。你看举办个宴会，还有他嫂子们帮忙张罗。这若是后院有个帮手，他不就不用这么操劳了？而且无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他们就绵绵一个孩子也太孤单了，若是再添几个弟弟妹妹，岂不是其乐融融？王妃娘娘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这话说的有意思了，你儿子纳不纳妾，关我这个大姨子什么事儿？这事儿你不问你儿子，你问我哈？老太太是不是人都选好了？就是这位素云姑娘吧？不错呀，我瞧着行。怎么老夫人自己不好跟儿子说呀？没事儿，我脸皮厚。当初娶我妹妹时可是答应过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怎么这就要变心？我这就去问问他去。平陵王妃说着便起身向外走去。哎呦，王妃，你回来呀！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可不能让他在宴会上闹起来，丢了他儿子脸面是他不愿看到的。平陵王妃自然就是吓唬下老太婆，今日是绵绵的生辰宴，她才不找晦气。二人又你好我好大家好，相处融洽了。果然大家族的当家祖母就是气度不凡，我若是能嫁给表哥，将来也能成为这样威风的夫人。叫孟子言那个病秧子早晚都是要死的。哼，那将来这偌大的宅院还不是我说的算？同一时刻，天凉了，我这菊花也要开败了，真是可惜了。你若是早点来，就能看到黄澄澄的一片，可美了。月儿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找一个人，去就回，一会儿给你个惊喜。要不说冤家路窄呢。郡主，你见过南宫夫人吗？听说她身子不太好。当然见过，南宫夫人很疼直言哥哥的。嗨，可不是嘛，我们宁瑶郡主可是小郡王心尖上的人物呢。听说小郡王连下聘礼的日子都定了，恭喜郡主呀！郡主跟小郡王真是天生一对。哎呀，你们快别说了，人家都不好意思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呀，谁家的小姐，怎么看着这么面生呢？京都还有这么清丽脱俗的美人，没见过呀。不知道啊，小郡主可认识？哼，你们没看出来，这是有名侯府赫赫有名的大小姐啊。
竟然是那个花痴小傻子，他怎么在这儿？切，花锦月，还说你不是对之言哥哥念念不忘？你来这里是不是为了找机会接近他？屎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啊！花锦月，你怎么能口吐脏言呢？那是因为你癞蛤蟆跳藕台，总想占地为王，我都不搭理你啊！你看你总是往枪口上凑。喂，小傻子，你说话注意点，这可是宁瑶郡主，是你能得罪得起的吗？死了一个花淋雪，又飞出来一个丑丑，真是够恶心的。你也说了我是小傻子，我怕得罪谁啊？啊？再逼逼一个，信不信我将你们全部都扔到墙外？郡主，你看他腰间的玉佩。花锦月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，居然偷之言哥哥送给我的玉佩！你凭什么说这是你的？我这玉佩写你名字啦。这个青玉琉璃佩极为名贵，我只在小郡主的身上看见过。堂姐，你这就过分了，你怎么能偷小郡主的东西？对呀，你就算是再喜欢小郡王，也不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啊！果然还是个花痴，为了接近小郡王，真是不择手段。要不然他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？存了什么心思，昭然若揭？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，那万一是某人送给我的呢？啊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之言哥哥也送了他一块一模一样的？你胡说！我看你这玉佩就是偷我家小姐的，你就是嫉妒我家小姐。谁不知道你喜欢小郡王，而小郡王只爱我家小姐。收起你这肮脏的手段吧！你偷了我家小姐的玉佩，也不过是东施效颦，小郡王是不会喜欢你的。小姐，你别听他胡说，小郡王那么喜欢你，怎么会将同样的玉佩送给别的女人？这玉佩一定是他偷的。奴婢就说，最近怎么找不到这个玉佩了？你既然非得要一口咬定这玉佩是我偷的，那要不要打个赌啊？若这玉佩是别人送我的，你就跪下来给我道歉，学3声狗叫，如何？你疯了吧？想让本郡主跪下来给你道歉，你做什么美梦？所以你是承认诬陷我了？谁污蔑你了？那明明就是本郡主的玉佩。既然你确定是我偷了你的玉佩，那为何不敢跟我打赌？玩不起啊？小瞧谁呢？我有什么不敢赌的？不过，那万一是你输了呢？那就让他也跪下给郡主道歉，学3声狗叫，这辈子再也别见小郡王。花锦月，你敢吗？哇，鱼儿上钩了！哼，我看不敢的是你吧？谁说我不敢的？赌就赌。赌什么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月儿，你没事吧？你谁呀？少在这儿多管闲事。我劝这位夫人还是闪一边去吧，可别为了永明侯府的小傻子得罪了我们郡主。永明侯府？月儿，你是永明侯府的嫡女。抱歉，燕姐姐，没有来得及跟你说。没事没事，咱俩相交又不是因为身份地位，纯是缘分。不过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我刚才听到好像要赌什么。是这样的，这位镇北王府的小郡主非说这玉佩是我偷她的，燕姐姐来了，正好是做个证人。你们误会了，这玉佩是小女送给花小姐的，不是她偷的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说不是就不是，我看你跟他就是一伙的。嘴巴放干净点，你刚舔完马桶出来的。花锦月，你3番5次对本郡主出言不逊，我看你是活腻了吧？妈呀，你有大病吧你？要不要你找个大夫检查一下？我怀疑你没有脑子。小傻子，你敢辱骂本郡主，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！
我看谁敢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轮到你说了算了？就你这样，还想嫁入郡王府？我看你是痴心妄想。他顿时扬起了巴掌，照着孟子嫣的脸就要扇下。你！巴掌还没落下，就被华锦月一脚踹开了。嫣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没。这样的女人，怎么配得上我那惊才绝艳的外甥？我家之言是瞎了眼睛吗？你疯了吗？居然连镇北王的女儿都敢踹！我看疯的是你们，竟敢在我南宫府撒野！你是谁？陆宁瑶，你这都要嫁入郡王府了吗？怎么连自家夫君的姨母都不认识啊？你说她是南宫夫人？你撒谎也不找个像样的理由。谁不知南宫夫人整日病病歪歪的，连房门都出不去，会像她这样中气十足，唬谁呢？哼，差点被你们这两个贱人给唬住了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岂容你们撒野？来人，将这人抓住丢出去，免得一会儿破坏了我小表妹的生辰宴。陆宁瑶一声令下，他身边的那群贵女和丫鬟们全都向二人扑来过来，抬脚啪啪啪几下，就将这些弱智女流踹飞了出去。吓到你没？你嚣张什么？竟然敢在南宫府动手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信不信我叫这府里的人将你丢出去啊？发生何事了？王妃，我没事，哎呀，妍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多亏月儿保护我，要不然我刚才差点被这些人给生吞活剥了。竟然真的是南宫夫人！天啊，我刚刚做了什么？完了完了，我的小仙女形象彻底毁灭了！哎，误会，南宫夫人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。小郡主是在说叫人打我们不是故意的，还是叫我小贱人不是故意的？夫人，你听我解释，一切都是华锦月，是他偷了我的玉佩，还不肯承认。你说这块，你是聋了吗？刚才嫣姐姐已经向你解释了，这块玉佩是她女儿送给我的，我没有偷你东西。姨母，小儿，你没事吧？怎么脸色这么苍白啊？师言，我有些头晕，你先带我离开行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被风吹到了？我就说让你多穿点儿。小儿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小姨母。不必介绍了，刚才已经交过手了。见过南宫夫人，刚才都是误会。别，我可承担不起小郡主的礼。我们这南宫府庙小，容不下你这尊大佛。怎么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是这样的，小郡王，你可认识这个玉佩？这是我亲手雕刻的玉佩，一块给了瑶儿，一块给了绵绵。花小姐这块，想必是绵绵送你的。陆宁瑶，咱们的赌约现在是不是可以履行了呢？什么赌约啊？是我误会了花小姐，我给花小姐道歉。这么道歉可不行啊！咱们赌的可是跪下道歉，外加学3声狗叫。花小姐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到底是不饶人呢？刚才小郡主可是嚣张得很，不仅冤枉月儿，还让人打我跟月儿呢。这就是镇北王家的好教养，那本夫人真是见识了。小儿，你……石岩哥哥，这都是误会啊！我以为那是我的玉佩。陆宁瑶再一次刷新了他对她的认知，在他看不到的情况下，他没想到那个温柔善良的小姑娘竟然如此骄纵跋扈。他忽然有些迷茫，陆宁瑶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
明明他曾经那么善良。你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打人，你还委屈上了？这么多人都看着呢，输了就要履行赌约，玩不起是不是啊？志阳哥哥，志阳哥哥，我害怕。花小姐，我替瑶儿给你赔罪。小郡王，你已经不是第一次替他道歉了。我也说过，我不接受你的道歉。一个敢做不敢当的人，我花锦月鄙视他。我郡王府不需要说话不算数的媳妇儿，知错不改，以后怎么撑起我郡王府的门楣？小郡主，你与我儿的婚事，本王妃怕是要考虑下了。娘，王妃息怒，都是瑶儿不好，瑶儿愿意跟花小姐道歉。原来你也有今天，你也有跪在他面前道歉的一天。对不起，花小姐，是我误会你了，我给你道歉，求你别再为难我了。别难过了，这会儿解气了吧？瞧你那是什么眼光？瑶儿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妍儿，这婚事娘劝你，还是慎重考虑下。可是想到那个一步一个脚印将自己从大山里背出去的姑娘，想到她救了自己一命，想到自己的承诺，玉之言没有办法不娶她。娘，我知道了。睁眼瞎吧这是？妍儿这是什么眼光啊？唉，被妖精迷了心，没办法。燕姐姐，这个玉佩麻烦你还给绵绵，替我谢谢她的好意。还给你？什么好东西似的？我们月儿看不上。唉，可惜了，与我儿子有缘无分呢。燕姐姐，不好意思啊，给你带来了麻烦。说什么呢？明明就是那小郡主不像话，又不怪你。燕姐姐，我跟你坦白，我以前确实对玉之言鬼迷心窍过，但是我向你保证，我早就忘记了他，以后也绝对不会对他有非分之想。那可真是可惜了，我倒是希望你能跟我那外甥有点什么。那个陆宁瑶真是太讨厌了，我才不要让我外甥娶她。算了，姐姐，你是拦不住的。夫人，老爷找到了，老爷让我叫您过去。走，月儿，我给你介绍个人，帮你哥哥上学有着落。国师大驾光临，实在是让寒舍蓬荜生辉啊。祭酒大人客气了，本座听说今日是令女生辰，所以特意过来凑个热闹。令女与佛有缘，是个善良的好孩子。这里有个白莲寺的护身符，本座徒弟亲手开光过的，愿令女一生顺遂，健康喜乐。多谢国师。南宫大人，其实本座还有一事相求。什么事？国师尽管开口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永明侯花渊，您是知道的吧？本座敬重他，是为国为民的英雄，所以想替他的儿子求个上国子监的机会。没问题，不知永明侯的儿子叫什么？他叫夫君。又是你！花锦月也懵了，他万万没想到燕姐姐带他来见的竟然是国子监祭酒南宫寻呢。哎，这老狐狸咋也在这儿？失策，小丫头这么有本事，看来是用不上我了，可惜了。这么好的收买小东西的机会，你这小丫头，真是好厚的脸皮，偷偷潜入我家，你是不是过来迷惑我夫人的？老夫现在就将话给撂下，像你这样投机取巧的人，
老夫是绝对不会允许你的家人进入国子监的。严姐姐，你确定这是你夫君，不是你爹？我的天哪！南宫勋怎么能老牛吃嫩草？严姐姐这么年轻，怎么能嫁给一个满脸是山羊胡子的老头呢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多损！山上的笋都让这丫头给夺完了吧？你喊那么大声做什么？有你这么对救命恩人的吗？什么救命恩人？月儿就是救了咱们女儿的那位姑娘，也就是最近给我调理身子，让我精神百倍，有力气骂人的恩人。姑娘，你是哪位神医？神医？哟，小丫头居然还会医术，隐藏得够深啊！这么长时间，连我都不知道这事儿。神医谈不上，南宫大人别骂我就行。哎呦，姑娘，都是误会，误会啊！老夫没想到，您竟然是救我妻女一命的大恩人。若是早知道，绝对不敢对姑娘出言不逊。在下谢过姑娘大恩。老头，你别吓我啊，我怕折寿。好了，月儿又不是外人，我将她当自家妹子看的，你也别跟她客气了。哎呀，在下刚才太激动了，吓到姑娘了。没。看来祭酒大人有客人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让国师看笑话了。您刚才说的，祭酒大人，本座想了想，这事还是要从长计议，便不麻烦祭酒大人了。告辞。哼，没良心的，连个招呼都不打一个。此刻南宫寻想的是，哪怕那姑娘是故意接近他，哪怕她是别有用心，他也认了。听说你上次对我们月儿出言不逊了？是在下失礼。不，是我晚辈不对。我若知道您是严姐姐的夫君，我也不会骂你是个老顽固。你骂得对，他竟敢撕了你哥哥的文章，骂得好。怎么样，能不能开个后门？能。多谢祭酒大人。祭酒大人放心，我哥哥很优秀的，他在青松书院一直都是第一名。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月儿竟然是永明侯府千金，果然英雄的后代无孬种，想必你哥哥也很优秀。花小姐可认识国师大人？不认识。可是国师今日来，也是为永明侯府的公子求学的，我以为你们有什么渊源呢。啊？沈余年替哥哥求学？不会吧，他什么时候那么好心了？国师那老狐狸莫不是精神分裂？国师大人真是善良仁爱，他定是赞许永明侯的人品，所以爱屋及乌，想帮衬一把。神他娘的善良仁爱！为什么他们认识的沈余年跟我认识的完全不是同一个人啊？这老狐狸精神分裂吧？真该让他们看看他杀人时的冷酷无情，让他们全部都开开眼。丫头啊，明天让你哥哥过来一趟。好嘞。明天我就带我2个哥哥过来。2个哥哥？我爹还有个义子，你也瞧瞧，万一顺眼了，那就一起收了。行，都带来吧，记得啊，让他们带些平日里写的文章。孟子嫣才刚入宴会，便有一道阴鸷的目光袭来。嫣姐姐，那位是谁？跟你有仇吗？那是我婆婆的娘家侄女，平日里来往不多。刚才你家那老太婆跟我说，要给你夫君纳妾，找人传宗接代，那个女人就是你婆婆选的人选。她敢？嫣儿，你身子骨不好，怎么不去休息？这里有你二嫂大嫂照看就行，再不济
素云也能帮帮忙，你别太操劳了。大嫂、二嫂，你们别生气，三嫂向来目中无人，刚才我跟三嫂打招呼，三嫂看都没有看我一眼，怕是没把咱们当做一家人。哎呦，夫人，这位是哪家小姐呀？长得跟赛天仙似的，定亲了吗？在下有个不成器的儿子，年龄刚好匹配，想高攀下。给大家介绍下，这位是永明侯嫡女花锦月，是我孟子嫣的救命恩人，在我心目中，她就跟我亲妹妹一样。以后谁若是欺负我妹妹，我可不饶他。姐姐，我可以吃蛋糕了吗？绵绵都等不及啦。当然可以啦。那绵绵要赶紧点蜡烛许愿。好好好，咱们这就开始。这是哪家的糕点铺子做的？这是我月儿姐姐送给我的生辰礼物。我家月儿可能干了，京都新开的那家包子西施，茉莉香鸭颈王就是我月儿妹妹的手艺。今天宴会上所有的包子和卤菜、鸭肉都是我月儿妹妹店里买的。大家若是觉得好吃，以后多去捧捧场。燕姐姐，你怎么都不跟我说一下呢？客气什么？是你的菜好吃，我摆出来有排面。终于能许愿啦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愿望一，绵绵让父母身体健康，永远陪伴着我。愿望二，长大后跟月儿姐姐一样漂亮、聪明、能干。愿望三，想要嫁给波波哥哥，做他的小媳妇儿。琪琪，我许了3个愿望，会不会太贪心啦？直言哥哥，你快过来！今天是绵绵生辰，我要直言哥哥和月儿姐姐帮我一同切。好，祝绵绵生辰快乐。谢谢直言哥哥。表哥，你看到我月儿姐姐了吗？那是我给你找的媳妇儿，你喜欢吗？别胡说。小东西，你怎么能乱点鸳鸯谱呢？你家表哥名花有主了好不好？这是给你的生辰礼物，可以保佑你平安的。绵绵，祝你生辰快乐。二人走后，绵绵啊，看看这是什么？这可是白莲寺的小主持般若小师傅亲手画制的符哟，是国师送给绵绵的礼物。这个绵绵有哦。什么时候般若师傅的符成了烂大街？这么多？别胡说，般若小师傅可是小活佛，他的符一经难求。哎，绵绵，你这个哪里来的？是波波给我的呀。波波，般若，难怪我觉得那小和尚的声音和白莲寺的般若小师傅那么相似，难道是同一人？所以今天国师过来真的是为了花家。国师跟月儿姑娘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居然放心将般若小师傅放到他家养。刚才我问月儿姑娘，她不是说不认识国师大人吗？行了，你问题怎么那么多？你管人家认识不认识的？既然人家不想说，就有不想说的道理，你以后也别问。知道了。难怪啊，国师大人说女儿与佛有缘，看来以后呀，得多让女儿跟般若小师傅一起玩，与佛子近了，自然会保佑她健康成长。花锦月回家时，哥哥已经放学了。哥，我有大好事要通知你。什么好事啊？让你跑成这样？哥，你想不想去国子监上学？不想。谁不想进国子监？哪个学子不想？星辰，你真是口是心非。闭嘴！
哎呀，那明日该怎么拒绝南宫大人呢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我那天救下来的那个小女孩是南宫大人家的千金呢，她为了感谢特意给了我入学的名额。哎呀，既然哥哥不想去，明日那我就把这名额给退了吧。刚才我妹说什么？说有入学名额？妹妹，月儿妹妹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啦。好人有好报嘛。好心有好报。太棒了，星辰，恭喜你！秦州哥，你恭喜他做什么？你可以跟着一起去啊。月儿妹妹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跟他一起去。我跟祭酒大人说好了，我说我有2个哥哥，说你呢是我爹的义子。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还有这样的机会。他这一哭，倒是给花锦月给哭毛了。秦州哥，上国子监是好事儿，你这咋还哭了呢？我做梦都没想到能上国子监啊！花锦月沐浴过后，刚要睡觉。花小姐，国师大人有请。南宫祭酒说沈余年今日去他府上是为哥哥求学的，沈余年会这么好心，我咋那么不信呢？再说了，他又是怎么知道我最近在为哥哥上学的事情发愁？难不成他派人跟踪我？这老东西又在打什么坏主意？哎呀，不得不防啊！这人怎么了？怎么看起来有些不对劲呢？确实有些不对，因为沈余年今日没摸没咬，就是死死地拉着他的手不动。今夜别走。这男人说的是什么话呀？怎么听起来有点画风不对呢？好像电视里那些兽性大发的想要一夜情的男主说的就是这台词。哎呀，不太好吧？人家还是黄花大闺女呢，进展是不是太快了？嘿嘿。哎呀，这张精致的面孔，勾魂的身材，谁吃亏还不一定呢。佳佳，你开手归我一夜。果然又是我的这双手，这人病情又加重了。可是我想握着他的手，该怎么办？难道要忍10天吗？今日你去国子监祭酒，是为我哥哥求学？是我多余，你很有本事。为什么帮我？好歹相识一场，举手之劳。多谢。客气。今晚打个折。那成吧，距离天亮不到4个时辰，我算你3个时辰，1500如何？好。鬼鬼们，我发达了，我摸到国师的胸肌了。还有他的手，真的想让他无时无刻都攥在手中。沈余年如雕塑般一动不动地坐了半个时辰，忽然轻身将地上的人抱起，拖上软榻搂入怀中，将他的头靠在自己的胸前，将他的手插入自己的衣襟里。想了想，又将自己手搭在他的腰上，紧紧相拥。这一夜，原本烦躁的心被一股潮湿的热意驱散。我操！我怎么爬上了沈余年的床？我怎么能搂着人家冰清玉洁的佛子？我怎么睡在沈余年的被窝里？全国人民若是知道我非礼了他们国师大人，会扒了我的皮吧？罪过，罪过！明日起，你不用再来国师府了。那个国师大人，您听我狡辩，不，是解释，我昨夜不是故意爬你的床的。你也知道你大逆不道啊。那昨晚的钱，打个对折吧。不是吧？感情昨晚不是花钱睡的，那真是亏死了。本座要闭关，明日起，你不必来给做饭。手，等回来再叫你。老夫先看看你们的文章。这文章中规中矩，
虽然不是很出色，但是也尚可。假以时日好好培养，也未必不能成才。只是这样的人在国子监比比皆是。不过看在月儿姑娘的面子上，他还是准备收下她。我可以让你入学国子监，但是只能在末等班。国子监每个月都会有月考，只要成绩上浮，就有可能进入精英班。你好好努力，还是有机会的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，学生一定努力学习，不辜负大人的恩惠。在看到花星辰写的文章，他瞬间绷直了身子。此刻南宫寻的内心已经翻腾了起来，他将文章从头到尾的看了一遍，又忍不住回头又看了一遍，眼底的惊艳简直要溢出眼眶。他没想到花星辰小小年纪，文笔竟然如此老练。这少年倒是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狠劲儿，果然啊，不愧是武将之后。明明长得清秀温润，怎么会写出刀子一样锐利的文章？果然人不可貌相，只是太过锋芒毕露，不是好事。这孩子太尖锐，需要磨，否则呀，将来是要吃大亏的。请祭酒大人赐教。不错，不愧是花渊的儿子。大人谬赞，晚辈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请大人指点。叫我老师即可，从今以后，你便是我南宫寻的学生。学生见过老师。好好好，徒儿请起。改日为师正式举办个拜师宴，老夫要昭告天下，我南宫寻又得一爱徒。花锦月溜溜达达地往家走，路过一条小巷时，突然听到里面传来砰砰砰的打斗声。还没走2步，就见一个人跌跌撞撞地从里面跑出来，扑通一声跪在了他面前。哎，你这碰瓷啊！居然比国师还好看，这必须救啊，一定得救！你没事吧？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遇见花锦月？伸手想推开他，可落在他身上的动作却软得没力气。他想开口让他赶紧走，喉咙却干涩的连一丝气音都发不出来。让你多管闲事，现在只能靠你了。小丫头，把人交出来，饶你不死。我要是说不呢？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杀！正要补刀的杀手猛地顿住脚步，眼神惊悚地看着那庞然大物一口咬断同伴的脖子，吓得腿一软，下意识转身就往回跑。花锦月唇角勾起一抹冷笑，迅速抬起连珠弩，扣动扳机，一剑正中那杀手的头颅。与此同时，小白也咬断了另一个杀手的脖子。哼，算你们倒霉，遇见了你祖奶奶我。啊，这也太柔弱了吧，这就晕了。小白，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小白好久没喝到血了，懒得搭理他。哎呀，别啃了，恶不恶心？你说咱们要不要好人做到底，把他带回家呀？啊，不行呢，要是捡个小猫小狗的，哥哥不会说什么，可要是扛着一个活人回去，哥哥不得要把我掐死？这么大个人，我哪儿藏呢？我也藏不住啊。他现在动不了，浑身还难受的厉害，感觉随时都会发病。所以祖宗啊，能不能别这么折腾来折腾去了？曾经无所不能的国师大人，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落到别人手里任人宰割。哎，我可以带他回店里啊，店里有我专门的休息室，平日里能睡午觉，正好带他去那儿。到时候再派个伙计跟哥哥说一声，就说明天店里要为大客户早起忙活，今晚不回去了。哎呀，真是个好主意。把人轻轻放到床上，美人是不是很痛啊？别急，姐姐这儿有药，能治你的病。这女人在胡说什么？我中的是幽冥鬼宿，哪有什么药能解这毒？他怕被毒死，他咬紧牙关，死活不肯张嘴。喂，你这张嘴啊，可不能吐。
我这药可贵了呢。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小美人喝下去呢？也不知她得了什么病，瞧着一副快不行的模样，可不能让她死在我这儿，万一被她家人和伤了怎么办？要不就牺牲一下。可就在他发愣的瞬间，花锦月撬开他的牙关，把灵泉水喂了进去。果然电视剧诚不欺我，哎呀，这招可真好用啊！大胆，死丫头，你还来？亲上瘾了是不是？真不要脸！哎，这怎么又不配合了？哎呀，真是的，这孩子也太不乖了吧！吃个药都这么费劲。我不会是要病发了吧？不然心跳怎么这么快？小美人，让我看看你伤在哪了。这女人怎么回事？难道见了漂亮男人就非要扒衣服？果然是个花痴。等等，姐姐给你上药。怎么看着这男人的身体这么熟悉啊？跟那个老狐狸好像差不多。难道好看的男人身材都这么相似？就那么好看，还看没完了是吧？色女。接着他就听到咔嚓一声，这女人怎么能这样，又干这种丧心病狂的事，可真不要脸。我操，谁能扛得住这种男妖精的诱惑？你瞧，爱情这不就来了吗？我一见钟情了。才刚见一面，这女人不会是真的对我一见钟情了吧？微张的唇轻微的颤抖，明明毫无血色，却郁得要命。操，这是不是个行走的苦王？撩拨人心神的玉神，勾人斗魄的狐狸精，这谁能受得了？哥哥，你扯得人家心神荡漾啊，快疯了！我没事。是这样的，你今天被杀手追杀，是我救了你。你昏迷了，我带你来我家，刚才为你喝的药，帮你处理的伤口。我知道，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请问公子贵姓？哪里的人？在下姓连，名熙，京都人士。怜惜，真是个好柔弱的名字。怜惜，怜惜，怜惜，听着就让人心软的一塌糊涂。公子成亲了吗？哎，别误会啊，我是想问问你有没有妻子，若是有的话，我好叫她过来接你。在下尚未娶妻。这样啊，你看我这些小姑娘也不方便现在送你回家，所以要不就委屈你今晚住在这儿将就一宿。会不会太麻烦了？我说了什么？谁要留下？孤男寡女的，这对吗？好吧，倒也不是第一次独处一室了，但是我现在是怜惜，不是禁欲无求的沈余年。不麻烦。我瞧着你气色好像好多了，还有哪里难受？别忍着，一定要告诉我啊！你看，这不就行了吗？我今晚上就睡这儿。啊，那委屈姑娘了。哎呀，委屈什么啊？我这床可舒服了呢，我就爱睡它。连公子啊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沈余年不是他的真实身份，沈余年那张脸不过是易容而已，怜惜这张脸才是真的他，他也不过才20出头而已。啊，你都20了，没看出来啊？我以为你顶多17、18岁呢，长得可真嫩。哼，刚才还骂我是老东西呢，现在又夸我嫩了。20了都没定亲，想必是因为身子骨不好，耽误了姻缘。真的是便宜我了。花锦月心中一乐，觉得缘分到了，真是挡也挡不住。
莲公子啊，我冒昧的问一下，你的头发怎么这么白？是不是很难看？他们都说我像妖怪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很好看，很特别，哪里像妖精了？我看你像神仙还差不多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从未见过像你这么漂亮的银发，好看极了。谢谢姑娘夸奖。你好好休息吧。姑娘。怎么了？可是哪里不舒服？你说。我害怕，我只要一闭上眼，就仿佛看到他们拿着刀向我砍来。那我睡这儿，你别怕，有我在呢，我会功夫，他们找不到这儿来的。谢谢。别怕，我保护你，睡吧。保护他，这词真是陌生的让人心悸。沈余年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，明知道是一句无心的话，却在他那古井无波的内心投下一个沉重的石子，一直击穿他冰冷的外壳。还未请问姑娘芳名？我叫花锦月，他们都叫我月儿，你也可以这么叫。月儿姑娘，谢谢你。今日若不是遇见你，我怕是……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啊？月儿姑娘，你想要在下怎么感谢？只要月儿姑娘开口，在下一定做到。那就以身相许吧。以身相许，心砰砰砰跳得莫名其妙，疯了吧？以身相许。不愿意就算了。愿意。沈余年再次愣住。我说了什么？我真的是疯了，我竟然答应了。我怎么会答应了？这女人果然可怕，可是她不是觊觎国师的美貌吗？怎么又对怜惜产生了这样的想法？还是说她喜欢天下间所有漂亮的男人？你别着急着回答我，睡吧，我给你考虑的时间。难道花锦月真的能解我身上的毒？这么多年，我被那个毒折磨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若是花锦月真的能救我，娶了她又何妨？难怪般若说我逃不出花锦月的手掌心，原来如此。般若的占卜术从未失算过，难道我注定是要跟他在一起的吗？既然如此，我还挣扎什么？反正早晚的事，何不趁此机会顺水推舟，还能彻底拥有花锦月？我本就想将她困在身边的，牺牲一下色相，又有何不可？我又没真的出家做和尚，这经文不念就不念了。这可苦了白甲。等他好不容易杀退了敌人，再回去找沈余年时，发现地上只剩几个血淋淋的尸体，而沈余年不知去向。白甲觉得天都塌了，一夜好梦。沈余年不敢置信，自己竟然会在毒发的日子里睡得这么好。花锦月竟然真的能解我身上的毒。莲公子，早上好。月儿姑娘早。莲公子要不要解释一下，这是何意？完了，昨晚一时贪恋，忘记松开了。对不起，我昨晚实在是有些害怕，我就想……没事儿，我会负责。怎么负责啊？娶你。这谁能受得了啊？小狐狸精，一大早就撩拨我。小姐，您在里面吗？我昨晚突然想回这儿来睡了，就来了。那我去给小姐打水洗漱。谢谢阿离。
身子可真是叠个被子都能要了半条命。也不知花锦月看上怜惜什么了，难道是看她柔弱好欺负？你没事吧？恰在此时，门被推开了。抱歉，小姐，我不小心打翻了水，这就去再端一盆来。哎，这莫不是误会了吧？是不是怜惜给月儿小姐添麻烦了？要不怜惜还是离开吧。没事，与你无关。你身子还没好，不能乱走，万一那些想要杀你的人又对你下手了呢？可是，那你今晚还会留在我身边吗？我晚上会害怕。好，我陪你。所以孤男寡女，我家小姐和那个公子是在一间屋子里睡的。更离谱的是，我听到了什么？这男人在对小姐撒娇，今晚还要睡一起，成何体统？这个绿茶男好深的心机。小姐，信。小姐，我来就好。小姐，有客人在呀。昨夜捡的。少爷若是知道了，会不高兴的。毕竟孤男寡女，这样不好。怎么了？你又哪里不舒服了？啊，完了，这男人赖上小姐。没。哎呀，小姐，你怎么什么人都捡啊？你问清楚这人是干什么的吗？他是不是好人？他家住什么地方？父母是做什么的？家里兄弟姐妹几个人？有没有什么烂桃花？好家伙，比我盘问的还详细。玉儿小姐，我家住城西连家大宅，祖祖辈辈都是经商之人，家里兄弟4人，还有3个姐姐，我年纪最小，我是好人家的孩子。啊，尴尬了，被人家听见了。连家住在城西的连家大宅，那不就是？可是京都的第一首富连家。第一首富？我这么厉害的吗？随便捡了个病秧子，竟然是第一首富家的公子。是。首富家的公子不待在镶金嵌玉的金窝窝里，怎么会被小姐捡到？阿离，麻烦你叫厨房煮点清淡的粥过来。哎呀，瞧这小可怜瘦成这样，怪心疼的。再问下去啊，要累晕了。花锦月将帕子浸湿，抬手给怜惜擦了擦脸。我自己来。哎，没事，你别乱动了啊。哇，小哥的皮肤好好，白得发光，几乎都看不到毛孔。赶紧悄悄地拉了拉花锦月的袖子，给他使了个眼神，把花锦月拉了出去。怎么了？小姐，你到底是在哪里捡到的连家少爷？就是在路边呀，他受伤了，被坏人欺负，我把坏人打跑了。小姐，咱们还是把人送回去吧，留一个男子在小姐的闺房，恐怕对小姐名声不好。哎呀，不怕，大不了我嫁给他。啊！这才一夜，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怎么都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？这个男狐狸到底是怎么迷惑我家小姐的？李少，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哎，小姐，你别冲动，咱们还不了解连公子，万一他是坏人呢？万一他别有用心呢？哎，没事，脸好看就行。厉声无语了，原来他家小姐是恋爱脑啊！你怕什么呀？若是他欺负了我，我就阉了他；若是他是坏人，我半夜就抹了他脖子。别有用心不至于吧？他不是连家首富吗？那铁定比咱们有钱，他能图我什么啊？吃亏的还不一定是谁呢。
还能这样？哎呀，小姐，我不是反对你们在一起，只是希望你能慎重考虑。婚姻不是儿戏，他是连家人，上面还有兄弟，家境复杂。与我何干？我要招的是赘婿。人家是连家的公子，怎么会同意给你做赘婿呢？不同意那就不要他呗，我再找个更漂亮的。还能这样？不是一见钟情吗？我怎么看着就是见色起意呢？哎，这事儿可千万别告诉渊儿和我哥，咱俩天下第一好，我的秘密只告诉你了，你得要给我保密。花锦月转身进了屋子，想招赘婿就够胆大的了，竟然丝毫不将婚姻放在心上。瞧他对待婚姻的态度，随意的让人匪夷所思。不同意就要换一个，我是什么不值钱的东西吗？说换就换？难道他还有别的目标？小郡王玉之言，这个渣女怎么能如此三心二意？我是什么不值钱的东西吗？想丢弃就丢弃，那怎么能行？选了我就不能再选别人了。我看看你的伤口好些了没？好。劳烦姑娘了。从怀中掏出昨晚的金疮药，涂抹在她的伤口上。伤口上传来撕心裂肺的痛感，沈余年下意识颤了下。疼了？那我轻点。哎，黎生正好这时端着粥走了进来，看到怜惜衣衫不整的模样，连忙垂下眸子，不敢乱看。他就出去这么一会儿，小姐就这么迫不及待了，这也太过分了。黎生看了一眼柔弱的仿佛一阵风都能吹倒的莲公子，又看了一眼龙精虎猛，一拳能打倒一头牛的小姐，心思有些复杂。小姐说的对，吃亏的还不一定是谁呢。饿了吧？我喂你啊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哎呀，来什么来啊？你身上有伤，别乱动了啊。原来这个疯丫头也可以这么体贴的吗？哎呀，算了，还是别管了。小姐从来都不是会吃亏的性格。真的不用通知你的家人？那麻烦小姐去连家西4号永林当铺，告诉掌柜的，说我很好，不用惦记。再告诉他，我没有发病，连家现在不安全，我要等几天再回去。月儿姑娘，能收留我几天吗？可以啊。哎呀，你安心住下。男妖精，几句话就把小姐拿捏得死死的。花锦月叮嘱她好好休息，便转身出去。花锦月昨夜给我喝的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今天没有再给？难道是我表现的不够虚弱？我要怎么开口要那东西？早知道昨夜就不装晕了，此刻倒真不知该如何开口。莲希，你没事吧？莲希，他要毒发了，他马上就要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会嗜血，会发疯，会想毁灭一切。早已看不清他的模样，接下来他怕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，他马上就要变成一个怪物，会忍不住杀了他。不行，他不想让花锦月看到他那副可怕的样子，不行，他不能伤害他。你走啊！你是哪里不舒服啊？你跟我说，别怕，我在这儿呢。从小到大，这样的痛苦他已经忍受了无数次，可每次都让他崩溃的想要去死。离我远点儿！他说杀了所有的人，杀！莲希，他是谁？他管他是谁？杀了他！
紧接着便感觉到一股甘甜的泉水蓦然灌入口中，清凉的感觉顺着喉咙流下，胸膛里那股仿佛被野兽撕咬的剧痛骤然被压下。这一刻，沈余年觉得自己一定是遇见了救赎的神女，要不就是死了上了天堂，要不然呢，怎么会有人对他这么好呢？啊，莲溪，莲溪！哎呀，猜测他是太难受晕过去了。花锦月梦见了前世，他正在大快朵颐地吃烤肉。啊，真香！抱歉，咬疼你了吗？没。你好鲜美啊！你是不是中毒了呀？吓到你没？没有。你不用安慰我，我知道我毒发时很可怕，我还是离开这里吧，我怕我会失去意识，再伤害你。可是你刚才没有伤害我。我的毒无人可解，你早晚也会讨厌我毒发的样子的。你相信我吗？我能解你的毒。他惊讶、愕然、迷茫，原来他也会哭。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你哭的时候很美？哎呀，梨花带雨的，咋就那么好看？你真是，这女人真是，这么不要脸的情话也能这么大啦啦的说出口，好过分！你真的能解我的毒吗？我不知道我这个药能不能根除你的毒，但在你毒发时绝对能够缓解。不过看今天中午怜惜喝了那药后立刻消停了，他觉得缓解怜惜一时的痛苦应该没有问题，也许多喝几次真的能解了他体内的毒呢。那岂不是说他一辈子都要被这个女人拿捏在手掌心，这辈子都离不开她？好可怕！难怪般若说他是他的情劫。他以后若是惹他生气了，他会不会惩罚他，不给他喝那个药？你的药很贵吗？我可以买，价格随你开。我不要你的钱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你。好，真的想要我吗？那我们成亲好不好？成亲？不会吧，他要跟我闪婚？这也太快了！这古代人咋思想这么超前？我们才认识2天而已，都不了解一下，就不怕我是坏人？这小伙子也太猴急了点吧！我就是想谈个恋爱，睡个美男，我没想过要成亲啊！我明明年纪还这么小。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你只想跟我玩玩？你怎么能这样？渣女，花锦月果然是渣女。她之前喜欢过玉之言，后来又对沈余年那张脸痴迷，如今喜欢我，也不过是没遇见比我更好看的男人而已。可她万一遇见了，会怎么样？抛弃我，跟别人走吗？那我怎么办？那要花锦月，我的毒怎么办？不行，我不能没有花锦月。谁若是敢跟我抢，我就杀了谁。不是，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宝贝儿，你别难过，我对你是认真的，起码对你这张漂亮的脸，认真的不能再认真了。这可是我活了2辈子见过最好看的脸，要不然就这么定了吧。可别站着一山望着一山，这没准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呢。哎呀，算了，就他了。好，成亲就成亲，不过要嫁的人是京都首富的儿子，长得又是一副妖精模样，而且
身姿孱弱，好扑倒，还中了毒，这辈子都得依靠我缓解。这简直就是完美的老公人选，看我不把他拿捏得死死的。那行，我过几日便让我大哥过来提亲，咱们争取早点把婚期给定了。我去，我怎么觉得联系比我还急啊？这是不是太快了？这联系除了中毒，难道还有别的问题？非要这么着急定下我？古代人好像18岁就订婚了，他都20了还没定，为啥？要不先验验货再定呢？万一被这张脸给骗了，中看不中用可咋整啊？我都20了，我因为中毒到现在都没有订婚，没人要我的。是你说要我的，你不会出尔反尔吧？哎呀，没说不要你。那好，我们尽快成亲。怎么能够用这种事情威胁人家呢？这太过分了。那个莲溪啊，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。怎么，你反悔了？我哪里让你不满意？你说，我改。不是，我觉得我不该拿给你解毒这件事情威胁你跟我在一起。咱们谈恋爱可以，但成亲得要两情相悦。你又不喜欢我，没必要委屈自己。你放心，就算不成亲，我也会给你解毒的。谁说我不喜欢你？你说什么？我心悦你，见你的第一眼，我便觉得是命中注定。阿月，我是真的想娶你。般若说了，他是他的人，是他的情节。既然命中注定躲不过，那他就顺应天意，娶她，不做和尚了。做和尚有什么好的？行吧。那你是同意了？阿月，你放心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好，我嫁你。阿月，你真好。哎呀，要是哥哥知道我就这么把自己给定出去了，会不会气疯啊？这可是闪婚啊，我也太时髦了吧！嗨，小姐，你干什么呢？这是受什么刺激了？亲爱的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成亲了。你信不信？他家小姐怕不是病糊涂了吧？这怎么还说胡话呢？他连个准头都没有，跟谁成亲？小姐，你不会是要跟连公子成亲吧？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小姐，你怎么想的？这才认识不到2天啊，哪有这样死相瘦瘦的，连个媒人都没有，这怎么能行呢？你不能这样。哎，别激动。嗨，你不懂啊，爱情来了，挡也挡不住。小姐，哎呀，这是真不能这么急，得从长计议。少爷若是知道你这么离经叛道，肯定不会同意的。就在花锦月左右为难时，莲溪，你没事吧？完了完了，小姐彻底被这男妖精拿捏了。阿月，你不会反悔的，是不是？我没说要反悔。是你先说要我的，你不能出尔反尔。是你先招惹我的。阿月，你别让我伤心，我一伤心就浑身痛。是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说要你的，绝不反悔，你放心。小姐，阿月，你放心，我哥是户部尚书，我们连家也不是没名没姓的家族，我哥会来给我提亲，咱们会光明正大的在一起，别人有的，我的阿月都会有。行，
我都听你的。哎呀，小祖宗啊，你快躺下啊！你这咳嗽，心疼的我心肝脾胃都颤了啊！好，我乖。阿月，别走太远，我看不见你会着急的。我不走。阿月，你对我真好。哎呀，你真是个够人的小狐狸，想不对你好都不行。你今天怎么出去那么久？干什么去了？我给你买了件衣裳，你看看合不合适啊？给我买的衣裳？给你买的。我一会儿试试。还是我帮你吧，免得你又累着。好。哎呀，果然好看的人穿什么都好看。那个，我看你喝了我的药，精神好多了，我得要回家一趟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等你。你乖乖的啊，我肯定回来。那好，我等你。行，我快去快回。哎呀，回去怎么会有月儿和哥哥？让他们同意我这几天在店里睡。月儿今天在家忙着给我做新鞋，准备开学的东西，所以没来店里。可明日就不一定了。月儿的性格跟黎生可不一样，要是让他知道我私藏了个男人，还不得要闹个天翻地覆？肯定不会帮着瞒哥哥。啊，头疼啊，太头疼了。哎呀，不行，得给月儿安排点活，让他没空来店里。哼，有了。冬天要到了，明日就去选一匹布料，让月儿在家里做棉衣，让她半个月都别出门。哎呀，我可真是个大聪明啊！哎，小姐，小姐，连公子虽然家世样貌都好，但你也别太着急了。小姐，您看他病病歪歪的，身体怕是不太好，这能行吗？放心，他没事儿，我能治好他。那成吧。千万别告诉我哥。你看他病成那样，我能做那禽兽不如的事情吗？啊，我哪是担心这个，我是担心小姐的名节呀。好啦，你回去睡吧，我睡在小床上，又不跟他睡在一个被窝，你担心个啥？你回来了。啊，怎么还不睡啊？过来，累不累？过来休息会儿。阿月，我伤口有些疼，你帮我看看好吗？行啊，还好，才1天多，哪那么容易愈合？你再忍忍啊。哦，你别担心，不会留疤的。没事儿，会好的。你哥哥会同意我们在一起吗？我哥哥挺开明的，你放心。睡吧，我守着你啊，别害怕。嗯。